本台讯，沈家大少爷沈玉明即将迎娶顾家二小姐顾向晚。沈大少原定联姻对象是顾家大小姐顾欣欣。喂，小希，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你说。帮我找个男人，要年轻、干净，毫无后顾之忧。我要记住。青子，你不会打算用这种方式报复沈玉明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这么做是为了顾家的股份。我明白了，放心，我保证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。今年我们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350%，按照目前这个数据来看，我们蓝山集团的市值将会再翻1倍。总裁，说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沈玉明已经和顾小姐分手了。沈玉明现在要娶顾小姐的继妹，所以顾小姐的闺蜜都给她物色男人了。据说，顾小姐要接种。接种。准备一下，3个小时之内我要落店。姐姐，好久不见。过来吧。你就是乔西给我找的男人。是。把扣子解开。身材不错，我很满意。不想看看我的脸吗？乔西难道没跟你说吗？我只需要一个孩子，至于你是谁，长什么样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参与到我的人生当中，从始至终，你最好只是一个符号。出了这个房间门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你要是好好配合的话，我不会亏待你，否则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怎么了？顾青子，你已经没有资格退缩了。何况这个男人的味道其实并不坏。没什么。喂，宝贝，昨天晚上感觉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我很满意。那当然了，这个男人可是我精挑细选的，比那个臭狗屎沈玉明好10000倍。你把尾款打给他，告诉他明晚继续。这几天正好是我的排卵期，我不想错过。
明白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您拨打的这亚瑟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接电话？他不会接的。周启年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刚回的海城，好久不见啊，乔西姐。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为什么说亚瑟不会接电话？他怎么了？我给了他一大笔钱，他昨天傍晚就登上了飞往 A 国的飞机。开什么玩笑呢？那昨天跟青姿在一起的人是谁啊？是你！是你！你这个混蛋！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？现在就给青姿打电话。青姿姐只是让你给她找个合适的男人，她从没说过不能是我吧？这是我的体检报告，你看看，保证每一条都符合她的要求。可你是周启年，青姿只是把你当做弟弟。那又怎样？我们之间又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再说了，她想要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的父亲不能是我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揣着什么心思啊！早在4年前，青姿就亲口说过，她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知道。青姿，我终于找到你喜欢歌手的唱片了。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。啊！哎，青姿，我听说你要跟沈玉明订婚了。对啊，下个月就是我们的订婚宴，到时候记得来参加。为什么呀？你们为什么一毕业就要订婚啊？而且我记得你根本不喜欢他。喜不喜欢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姓沈，和他订婚，我的继承人之位就稳了。我知道陈丽华和顾向暖他们母女俩对顾氏虎视眈眈，我不会给他们机会的。可是你都没有真正谈过恋爱，你就不觉得有遗憾吗？哎，我感觉那个周启年他好像很喜欢你，而且长得也很帅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乔西啊，启年他是我弟弟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而且他对我也只有依赖和信任，别想太多了。知道了。当时你们的谈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我当年一无所有，所以选择了出国。但是现在，我有这个资格给他幸福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我爱了他这么多年，也凭我现在有能力帮到他。蓝山资本，你这小子不行，我还是不能帮你欺骗他。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你现在告诉他，只是徒增他的烦恼。我不会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。给我3个月，3个月之后，如果他还是不能爱上我，永远不会出现在他面前。好吧，那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最好别让我失望啊，否则我真……谢谢小希姐。还是我们家宝贝儿好。当然了妈。姐姐，青子，你回来啦？来人，给大小姐倒茶。哎，对了，通知厨房今天中午多加几个菜。我听说你要把公司20%的股份给顾向暖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这个暖暖下个月就要和沈玉明结婚了，我这个当爸爸的总不能不给嫁妆吧？您是不是忘了，沈玉明原本就是我的未婚夫，他故意爬上了准姐夫的床，才抢走了这桩婚姻。你现在居然要拿股份给他当嫁妆？青子啊，你妹妹她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姐姐，我那天实在是喝多了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青子啊，这桩婚事嘛，它关系到
顾家和沈家的理念，爸爸不能没有表示。那我要是怀孕了，你是不是也要有所表示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这是？没开玩笑啊，我正在努力呢，怀孕也就迟早的事儿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谈恋爱了？那对方是谁呀？没谈，怀孕而已，又不一定要谈恋爱。哎呀，我的傻丫头，你可别冲动啊！你说你要生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那以后哪个好男人他敢娶你？好男人？您是指沈玉明还是您自己？我妈妈当年也觉得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人，可结果你还不是背叛？够了，怎么跟爸爸说话的？那么这20%的股份，你到底肯不肯给我呀，爸爸？好，只要你有了孩子，这20%给你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爸爸，您只是心疼我什么都没有，才想给我一些股份。姐姐她为什么这么霸道？星夜，青子已经是公司的研发部总监了，他手里还握有他妈妈留下来的全部股份，你还要把20%给他，那你怕不是被架空了？好了，都别说了，这是我欠他的。没想到你爸这么轻易就同意了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些股份，距离你掌握公司又近了一步。只能说他良心未泯了。我现在只希望我能快点怀孕，然后把股份拿到手。会的，我跟那个达人约好了，明晚继续。那就好。姐姐小心。启年，是我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来就要走啊？外婆呢？外婆见我回来了，高兴，买菜去了。我打算去接她。一起。好。姐姐，你还记得这儿吗？小屁孩，你个小杂种！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嫁入豪门了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住手！你个死丫头！我教训我儿子，关你什么事？就算你是他妈妈，也没有资格打他。你要是再打人，我就报警了。你受了这么多伤，他打你就跑啊？不能跑，跑了没饭吃。这是我的零花钱，都给你。还有，那是我外婆家，我外婆人很好的，你要是没地方去，就去我家。这是，我想起来了，外婆之前有跟我提过，你之前一直住在附近，后来你妈妈去世了，外婆才收养了你，所以这是你之前住的地方吗？看来他已经不记得那件事了。说起来，你当时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出国留学啊？外婆这些年一直念叨你。那姐姐呢？这些年姐姐，你想我吗？那姐姐呢？这些年姐姐有想我吗？我，青姿，外婆，外婆，看来你们俩呀还没有生疏啊，正好。你这里怎么红了一块啊？我，哎呦，青姿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呀？什么时候带过来给我看看？没有，外婆，我这是蚊子咬的。这个季节哪来的蚊子啊？外婆，是真的，因为我也被蚊子咬过。我的小时候，启年怎么可能是所有的男人？
哎呦，看来还真是被蚊子咬的，让我空欢喜一场。喂，你说什么？3号催化剂出了问题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外婆，公司出了点急事，我得赶过去处理一下。去吧去吧。外婆，等我下次再来看你。启年，你多陪陪外婆，过几天请你吃饭。好。启年，还好你回来了，以后啊就帮我多照顾照顾你庆子姐。这些年啊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放心吧，外婆。不是催化剂的问题，你们继续排查。是。青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向暖跟我说，你找了一个野男人在背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就为了报复，竟然随便跟一个男人都能上床。你想多了，我想要一个孩子是为了顾氏集团的股份，跟你没有1毛钱关系。有意思吗，顾青子？我早跟你说过了，我当初是因为认错了，我才跟顾向暖。是你一直不依不饶，我才决定跟他结婚的。这样吧，只要你和那个野男人断了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谁稀罕你的机会？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没结束，青子，我答应跟向暖结婚，只是想让你主动跟我求饶。我喜欢的是你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放开！青子姐，没事吧？启年，顾青子，这就是你找的那个小白脸？当然不。没错，是我。就你一个小白脸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什么？你说的没错，哪比得上你啊？小奶狗，还没发育全吧？怎么？狗叫什么？这么虚啊？青子姐怎么甩的？顾青子，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我是沈家大少爷？我只要一句话，我就能让顾向暖当继承人，把你排挤出公司。沈家很了不起吗？顾青子，这又是哪儿找来的白痴？连沈家都不知道，还敢在我面前狗叫？够了，沈一鸣，你要是觉得你有能力把我排挤出公司之外，那你请便。我们走。多听姐姐的。对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外婆担心你，所以让我来看看你。姐姐，我刚刚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没有，沈玉明他也就说说而已，他想把我排挤出公司没那么容易，沈家毕竟还不是他说了算。那就好。就是委屈你了，冒充我的小白脸。不，一点也不委屈。你现在还没有工作，手头估计不宽裕，这张卡里有100万，你先拿着。你真的打算包养我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作为姐姐给你生活费而已，不要还我！好熟悉的手感。手感好吗？我先走了，
钱你拿着，给自己置办点东西。该死！我刚刚在干什么？启明可是你的弟弟。玉明哥，姐姐她居然这么对你，明明你喜欢的人是他，只要他肯低头，你们就能复合。但是他不知道珍惜。向暖，我打算让沈氏给顾氏注资5个亿，条件是顾青子滚出公司，你们上门。我就不信他不怕。真的吗，玉明哥？姐姐对公司投入了这么多心血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一定会和你低头的。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。爸，我要向顾氏集团注资5个亿。混账东西，你做事如此鲁莽，我不同意。喂，死老头不同意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挣钱？玉明哥，你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玉明哥，你知道蓝山资本吗？就是那个创始人被称作华尔街风投之神的蓝山资本，你要找他们借钱？没错，我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们的人，只要玉明哥你愿意做担保人，我就有办法跟他们借出这笔钱。到时候姐姐一定会和你低头的。行，你去联系。说，总裁，顾向暖刚刚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我，他想找我们要5个亿的投资，还说沈玉明会做担保。沈玉明这是想做什么？先答应他。是。玉明哥，我们的申请通过了，而且他们说明天他们负责人会亲自来公司和我面谈。很好，我倒要看看顾青子这次还会不会无动于衷。你是说你见到了周启年，他还冒充小白脸替你出气，结果却得罪了沈玉明？是啊，我告诉启年不用担心，但实际上沈玉明这个人骨子里狂妄又自大，为了逼迫我向他低头，把我赶出公司的事儿，他真的做得出。嗨，我觉得你多虑了，周启年他应该有办法解决。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他连生活费都是我给的，就算沈玉明不想把事情做那么绝，顾向暖也一定会怂恿他的。什么？周启年还问你要钱啊？这个混账！喂，我在跟你聊沈玉明，你老提启年干什么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觉得沈玉明那边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但愿吧。我一会儿还要开会，就先走了啊。这个周启年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不会看错人了吧？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向暖给公司带来了一笔5个亿的投资，你说我们该不该在这儿？怎么可能呢？沈叔叔不会做这么不理智的事。这5个亿来自于蓝山集团，他们听说玉明哥愿意做担保，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投资。只不过，玉明哥哥有个条件。条件就是你离开顾氏集团，离开顾氏集团。这个玉明啊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就算之前你们分手闹得不愉快，
也没必要刻意针对他吧？顾叔，青子知道怎么让我改变主意，就看他肯不肯了。沈玉明，做梦。姐姐，你为什么非要和玉明哥作对呢？他只是舍不得你啊。顾青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屈服啊！只要你被赶出公司，顾氏以后就是我的了。够了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怀着什么心思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。公司目前热卖的产品都是我主导研发的，各位不会真为了这5个亿要赶我离开公司吧？有了这5个亿，公司可以立刻突破你们的发展瓶颈。至于研发，有了钱什么样的人才找不到？顾叔，我说的对吗？爸，你不会也打算为了5个亿抛弃我吧？董事长，你可千万不能心软。大小姐对公司的贡献可比不上我。没错，大小姐，您如果真的在意公司的发展，就应该自觉一点离开。你们，大小姐，不想离开也可以。沈少不是说了吗？只要你肯低个头，他就能改变主意。女人呐，还是别太强势了。你把沈少伺候好了，不也是为公司做贡献吗？爸，你才是公司的董事长，你说呢？这个青子啊，你也看到，就算爸爸是董事长，我也不能违背所有股东的意愿，是不是啊？大小姐，你非要董事会投票才肯死心吗？青子，蓝山资本的负责人马上就到，想好了吗？沈玉明，要我向你低头，下辈子吧。好啊，那公司研发总监的位置，以后就由向暖做了。而你，立刻滚出公司，不然待会儿蓝山资本的负责人来了，我可不知道我还会不会签字。听到了吗，姐姐？你就不要让大家为难了，你就自觉一点，自己离开，好不好？爸，要是我不愿意离开，你不会找人赶我走吧？大小姐，既然你不识趣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大小姐，要怪就怪你骨头太硬，一个女人太强势，总归不是什么好事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青子姐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小白脸又是你！你什么身份？真有你占的地儿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不是沈少说愿意与沈氏集团的股份为伍，找我要5个亿的投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就是蓝山资本的老板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向暖，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跟我说，他们负责人在国内，可以和我们面谈。我们周总正是蓝山资本的创始人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你。怪不得你那么痛快就答应了投资，你俩合起伙来玩我呢！我本来只是好奇你要这5个亿做什么，没想到是为了逼迫青子姐向你低头。为此，你竟然看着她被人欺辱，你怎么好意思说爱她？别跟他说这么多了，走吧，我还欠你一顿饭。哎，等等，青子，怎么了，爸？既然你和周总是朋友，那么投资的事情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大小姐，您可是研发部的总监，
你跟周总介绍下我们顾氏集团，说不定不需要沈家担保，周总也许愿意投资呢。各位不是刚刚才解了我的职，还要把我赶出公司吗？青子啊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你只要帮我们顾氏集团拿到这5个亿的投资，以后在公司的威望就无人能及了。只要姐姐想，别说5个亿，哪怕10个亿，无条件奉上。哎，爸，你想要投资，总得先为我讨公道。对，爸爸替你讨回公道。这个混账东西，刚刚还想对大小姐动手，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。大小姐，我们刚刚得罪了你，你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我们错了。下跪就不必了，只是以后没法再跟你们共事。以后在公司有我，就没有你；有你，就没有我。青子，你放心，爸爸现在就下发通知，革去他们的职务，把他们赶出董事会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滚！我好不容易在董事会拉拢了这3个人，竟然被这黑风打尽了。青子，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周总请下来坐着，咱们好好谈谈那个投资的事情了？爸，恐怕不太行。我现在还不是公司的掌权人，万一我辛辛苦苦拉来了投资，最后给别人做了嫁衣裳怎么办？青子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要逼爸爸退位不成？您误会了，谁让您不止我一个孩子？啊，周总，您看，青子姐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抱歉啊。我们走。玉明哥，玉明哥，青子，青子，姐姐别看了。说说，你今天这一出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他们找我要投资，我假装答应了。所以你真的是蓝山资本的创始人？对，所以我刚刚不是在开玩笑，不管姐姐想要多少钱，我立刻奉上。放心，等我把顾氏集团掌握在手里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去晨曦咖啡馆，你还记得我的好朋友乔西吧？我们今天去他的地盘。好啊，我回来后还没见过乔西姐呢。来，谢谢乔西姐。不客气啊。青子啊，你不是说启年帮了你大忙吗？你就请人家吃这个啊？他已经那么有钱了，我给他卡，他也愿意收，请他吃这个就不错了。那是因为姐姐给我的东西，我不舍得拒绝。帅哥，加个联系方式呗。没看到我女朋友在那儿吗？谁是你女朋友啊？我明明听到你喊他们姐姐。姐弟恋不行吗？姐姐，有人要抢你男朋友，你还不说句话？抱歉啊，他有主了。你不想给人家联系方式就直接拒绝了，干嘛要把我当挡箭牌？我要不用你当挡箭牌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个女生挺漂亮的，你干嘛要拒绝她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事业有成，是该好好考虑一下成家的问题了。其实是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正在努力追求他。我靠，这么直球了吗？好像在暗示你。这小子不会真的对我有想法吧？很好，那你加油。姐姐，你就不好奇他是谁吗？你的私事我不过问，就像我的约会对象，你应该也不会好奇吧？姐姐说的对，我提起自己有约会对象，他都无动于衷。
说明他喜欢的并不是你更好。你的约会对象就是他，他当然无动于衷了。我有事儿，你慢慢吃。我送你。不用，我去约会，你送不合适。帮我照顾好景言。啊，都怪你啊！导致我现在看到青子，我都心虚的要死了。乔西姐，你要觉得你在做好事，等我和青子姐结婚，你做主桌。不管青子跟谁结婚，我都是要做主桌的，我可是嫡长贵。青子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青子，你别怕，我是来道歉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逼你。主要是我看到你跟其他男人在一块儿，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对不起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沈一鸣，看来你确实病得不轻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求我原谅你？别再来烦我了。青子，其实你根本就没爱过我，对不对？你答应跟我订婚，也只是想借我们沈家的势。所以我以为我感动到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才对吗？沈一鸣，如果我当初真的是为了借沈家的事，我抓到你出轨就应该一言不发的。你出轨在先，却恨我不肯给你台阶下。今天早上你把我逼成那个样子，却怪我没有爱过你。我真后悔当初跟你订婚。喂，听好，以后别再来骚扰青子姐，否则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。小白脸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你是蓝山资本创始人又怎样？在海城这地界，除了霍家，就是我们沈家说了算。你敢打我，信不信我？你说的对，但你现在只是一个说话不管用的二代。等你什么时候取代了爸，再来我面前放人话。小白脸，再怎么说，我才是青子的前未婚夫，正儿八经订过婚呢。而你呢，只是个见不得光的小白脸。青子连你们的关系都不会公之于众。你也说了，是前未婚夫，你已经彻底出局，而我还有机会。现在我要去给青子姐脑潮了，你赶紧滚。Capture your heart and bring you home. Oh, carried on the breeze, you'll never find me. 青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不必了，沈大少，我们之间只是商业联姻。青子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你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。这就是你的诚意，真可笑。更可笑的是，我居然还信了。姐姐，难道你还在为沈玉鸣难过？姐姐，进来吧。你轻点儿。我看你不太高兴，想让你开心一点。不喜欢吗？我不喜欢。还有，不要试图揣测我的心情。嘴。
男人昨晚是吃了火药吗？这么猛？算了，要是能顺利怀孕的话，一切都值了。进来。怎么是你啊？姐姐以为是谁？我还以为是宝洁。你来干什么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来给你送早饭了。我特意问了乔西姐，她说你最近住在这里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我送早饭？外婆让我好好照顾你，她老人家的嘱托，我可不敢不听。外婆又是这样，她说的话你听听就行，倒也不……姐姐，你这样子怎么能让人不担心？我差点摔倒，她为什么这么紧张？姐姐，刚刚是哪里不舒服？啊，没有，不小心绊了一下。我总不能说是昨晚跟男人鬼混，所以现在浑身酸痛吧？抱歉，都怪我，昨晚有点失控了。这跟你没关系，你干嘛道歉啊？你刚刚脚踝好像扭到了，我帮你按摩一会儿吧。不用。顾青子，你在想什么？启年是你弟弟，你怎么能把他和昨晚的男人联系在一起？姐姐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很多了。那个，你以后没事别再来找我了。外婆那边我去解释。姐姐要和我保持距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毕竟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，你总是来找我，会让你喜欢的女孩误会我。晴子姐，难道你没有把我当做弟弟？臭小子，少跟我玩霸总那一套。我这里是有男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怕被误会，我还怕你。谢谢你的早饭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还没吃呢，我想着和姐姐一起吃。那就再去买，然后去找你喜欢的女孩子一起吃。总之别来我这儿。好。姐姐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别的女孩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不管他想干什么，减少和他的接触总归没错。少爷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是？您忘了吗？我是霍家的管家张叔，老太爷正在家里等您呢。少爷您请。霍家？没听说过。少爷，老太爷说您当年欠了他一个人情。老太爷，少爷懂了。走吧。不必了，我来只是为了还您的人情。当年我求您保下来的那块墓地，价值3个亿。这里是5个亿，以后我和你们霍家两清了。霍启年，这就是你对亲爷爷的态度吗？当初您可是亲口说过，我这个私生子不配幸福。老太爷，都说您是霍家最功成名理的人，求您给我们母子俩一个交代吧。周叔，最近启年和他妈妈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求你了，请你拿给老太爷看吧。启年他真的是霍家的血脉。回去吧，老太爷说了，私生子不配进霍，你也不配进霍家的大门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要是再聪明点，再机灵点，老太爷说不定就看在你的面子上让我进门了。都怪你！怎么，改主意了？启年呐，我知道你对我们霍家有怨气，但是你不该对霍家的家业有怨气。
什么意思？我承认，当年呢，是我看走眼了。我让人调查，蓝山资本的确是你一手创立的，这么出色的能力，国家下一代的家主，非你莫属。家主？怎么，你儿子和孙子都死光了？他们都活得好好的，只是他们的资质都不如霍家，只有你能撑起来。可惜了，我没兴趣。是想等他既然选择回到了海城，就说明这里有他想要的人或者物。他迟早会知道，只有我们霍家才能给他想要的一切。23号样品成了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下肯定赶得上新品上市了。不愧是晴子姐啊！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，一会儿把样品保管好，我们就可以下班了。好。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呢？喂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没事不要找我吗？晴子姐，外婆不舒服。说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外婆，外婆，外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启年怎么不送你去医院呢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刚才就嗓子不舒服，咳嗽了2声。今年他大惊小怪的。哎呀，外婆就是想你了嘛，所以就没有阻止他给你打电话。启年呢？在厨房做饭呢。哎，今天中午你说什么都得留下来吃饭啊。他还会做饭呢。对呀，你去厨房给他打打下手吧。这小子竟然还有这么人夫感的一面。晴子姐，你回来了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去和外婆吃点水果聊聊天，饭马上就好了。这小子拿我当小孩哄。菜齐了。你赶紧做，做的真不错呀。好吃。去年这手艺啊，还真不错。晴子，快尝尝。启年，你什么时候练的这一手好厨艺？我刚去国外的时候，什么都得自己来，当然包括做饭了。那你那个时候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只要外婆喜欢，姐姐喜欢，都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我们启年又有钱又会照顾人，那可不能便宜别家的姑娘。晴子啊，要不你把启年给收了吧？外婆，您别开玩笑了。启年现在也到了成家的年纪，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女孩，多给启年介绍介绍啊！哎呀，我哪认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啊？那我帮他留意了啊。姐姐不用了，在你没有结婚之前，我是不会成家的。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，你还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？我会一辈子陪着姐姐。哎，我看你们一个个的呀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看你们谁敢不成家，我就打断谁的腿。成家，成家。来，赶紧吃啊！外婆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就先回公司了。又忙工作呀？你就没有时间休息呀？那启年不也是大老板吗？也没见他这么忙啊。外婆，
晴子姐最近正在带领团队研发新品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是啊，外婆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不是你让我装病把青子叫回来的吗？啊，好不容易他回来一趟，你也没一点表示，我还以为多少会向他表白啥的。外婆，我现在去给晴子姐表白，那就是给她拒绝我的机会。可是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成功？我这把老骨头可等不了那么久啊！外婆，你就放心吧，再给我点时间，一定会有好消息。行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只要你和青子能成一对儿啊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吃饭。我会一辈子陪着姐姐的。他是不是故意把话说的这么暧昧的？算了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晴子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23号样品被人毁了！你说什么？怎么办呀？该怎么说啊？晴子姐，我们查过监控，昨晚一切都正常，但是今天早上9点以后，监控被人为损坏了，样品估计也是那个时候被毁的。这电脑上的数据也全被销毁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复现，只能重新开始了。实验室只有我们几个人有进入的权限，所以可惜监控坏了，不然没坏。我在实验室里面安装了微型监控，只是你们都不知道而已。晴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这样是故意防着我们吗？你们怎么这么看我？什么意思？骗你，根本就没有微型监控。当我刚刚说这话的时候，其他人都是松了一口气，只有你是第一时间指责我。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晴子姐，查到了，小袁的银行卡有好几笔来源不明的入账，所以样品是你毁掉的。小袁，既然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啊，样品就这一份，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复制，我们这几个月的心血都被你给毁了。晴子姐，怎么办啊？下个月就要上市了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你们2个人先把小袁带去警局，尽量封锁这消息。你去查一下小袁近期跟什么人来往过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是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晴子姐，小袁竟然跟2小姐私底下有来往。另外，我还得到消息，沈家有意取消和2小姐的婚礼。我知道了。这好好的，沈少为什么要取消婚约呀？难道是因为顾青姿？不然呢？这顾青姿明明是他自己要跟沈少分手的，现在你跟沈少好了，我看他存心就是见不得你跟沈少好。放心吧，妈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顾青姿，你放！不想让我好过，所以买通我的下属毁掉我的样品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顾向南，你除了会在背地里面耍手段，你还会干什么？造孽呀！顾青姿，这些年我和暖暖对你处处忍让，你就非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才甘心吗？顾青姿，你对你妹妹都干了什么？青姿，你太过分了！难道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欺负她的吗？那你不如问问他，为什么处心积虑的毁掉我研发几个月的样品？你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说是暖暖做的？证据？除了他，还有谁不希望我好过？哎呀，你也太武断了！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干的呢？竞争对手从来只会偷走样品，而不是毁掉样品。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呐！我不自己动手，难道指望你替我主持公道？你
今天只是利息，等我处理完事情再来找你算账。爸，这次真的不是我。暖暖，你爸好像怀疑你了。没事儿，妈，值了。顾青姿在董事会上立下过军令状，如果他新品不能按时上市，他就要退出董事会。到时候他在公司的威望就会一落千丈。青姿，今晚要不要让那个男人去你那里啊？不用，我工作上遇到一点事，等我解决完再说。好。青姿说工作上遇到一点事儿，所以今晚不约。不过听他的语气，这麻烦还不小嘞。难道是他做主研发的新品出现问题了？不至于吧？只有这件事才会让他搁置怀孕计划。要是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青姿遇到麻烦可大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曾经立下过军令状，如果这批新品不能按时上市，他就要引咎辞职，并且离开董事会。就算你有钱也帮不了他。我记得沈氏集团旗下也有个生物医药公司，和顾氏集团的研发方向有所重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有可能去求沈玉明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哦。但愿情况不要这么糟糕。青子姐，启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都知道了，你研发的新品出了问题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来找沈家帮忙？你消息还挺灵通的。没错，沈家旗下的医药公司也有新品即将上市，我打算求沈家把专利让给我，做好第二手准备。别去，沈玉明现在对你还没有死心，你现在去就是羊入虎口。想什么呢？沈家现在还不是沈玉明做主，我是去找沈叔叔谈的，到时候我钱不够，说不定还要问你借呢。那就好，无论他开价多少，姐姐都可以答应下来，毕竟我有的是钱。知道了，大款，你先回去吧。天子，你来了？怎么是你？我明明约的是沈叔叔。我爸他最近身体不好，沈家的所有事情全部由我来做主，所以你要买东西，只能找我。沈玉明，所以是你唆使顾向暖毁掉了我的样品还有实验数据。哎，这你可冤枉我了，我还没那么费力，我只是告诉顾向暖要取消婚礼。你不是不知道他的德行，你这么做他不会恨你，只会想办法报复我，你就是故意。青子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的确没有打算跟他结婚，而且你的私事我不感兴趣。既然现在沈家是你说了算，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青子，你真想清楚了？如果你不能度过这一关，你在顾氏几年的经营就要毁于一旦了。你甘心吗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可能向你低头。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。我知道，所以你要的东西，我会无偿奉上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跟那个姓周的小白脸断了。你是说启年？我想你误会了，他是我外婆收养的孩子，也就是我的弟弟。我们之间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上一次那么说，也只是为了气你罢了。顾青子，你真把我当傻逼啊！现在我要去给青子姐暖床了，你赶紧滚！我那天亲眼看着他跟你进了下榻的酒店，怎么可能？我来给你送早饭。我特意问了乔西姐，她说你最近住在这里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他那天去是为了给我送饭。送饭？送着送床上去了。你当时都跟你一样，沈玉明。顾青子，他
他的蓝山资本不是在国外吗？你让他立刻滚回他的华尔街，别再来海城了，我就把你要的专利无偿的给你。启年他毕竟是我弟弟，海城也是他从小长到大的地，我不可能向他提这么无理的要求。你还是舍不得他？要是我出双倍价钱呢？你看我像缺钱的人吗？这是我唯一的条件，其他免谈。我知道了。等你好消息啊！周启年，你等着，青子一定会放弃你的。青子姐，你还没走啊？我在等你。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还算顺利。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你这次回来海城，打算待多久啊？你想我待多久？我觉得，毕竟你的根基在国外，一直待在海城也不合适。外婆你也看到了，她身体还算硬朗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你想让我离开海城？这就是沈玉明提的条件吧？难怪你今天忽然要请我吃饭。既然你都猜到了，我也就不瞒着你了。沈家现在是沈玉明在做主，他说，只要你离开海城，他就无条件的把专利转让给我。所以，你就这么毫不犹豫的抛弃我了？哪有这么严重啊？他只是误认为我们之间是那种关系，所以才会提这种要求的。但你知道我们之间是清白的，反正你总归是要回去的嘛。这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损失。如果我说，我以后都留在海城了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吗？等我度过了这次难关，你就回来，到时候沈玉明肯定也不好拦着你。我为什么觉得这么心虚啊？好，我明白了，我明天就回去。倒也不用这么着急。你舍不得我？我还有残局要回去处理，但我买过了，你慢慢吃，到时候我送你。少爷，或许你不知道，霍家的商业版图也包含了生物医疗板块，还是行业龙头。别说顾家，就连沈家也得看霍家的眼色。只要你愿意回到霍家，你想要的一切都唾手可得。你倒是挺会挑时候。所以，少爷你是动心了，不是吗？青子，你不是说工作遇到麻烦了吗？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研发的新品、样品和数据全部被毁了。不过好在沈玉明答应我，把沈家旗下还没有上市的新品专利转让给我，所以问题基本算解决了。那就好。那个沈玉明没有提什么很过分的要求吧？没有，这次他大概是良心发现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会觉得真相说不出口呢？难道我也觉得让启年离开海城这个要求很过分？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那你联系一下那个男人，让他晚上继续来找我。啊？现在？对，就是现在。我先走了。好。奇怪，怎么感觉青丝怪怪的？喂，周启年，青丝喊你今晚侍寝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
你今年多大了？你不是不对我的事感兴趣吗？我问你就答。24。竟然跟启年同龄，该死的，我怎么又想不他？怎么，我让你想到什么人了吗？没有，你话太多了。姐姐，原来你也会难过不舍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发泄自己。告诉老头子，我准备好了。姐姐，我走了。喂，启年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好了我送你吗？不用了，姐姐，我见到你，我怕我舍不得走了。我马上登机了，姐姐再见。说好了我要亲自……喂。晴子姐，小袁已经被提起诉讼，赔偿金估计是天价，他的家人求您放他一马。另外，董事会那边要求你尽快给一个交代。你告诉小袁，如果他愿意供出顾向暖，我就放他一马。另外再告诉董事会，7天之内我一定交出新品。7天？虽然实验室那边找回了部分实验数据，有望复现，但是7天的时间肯定不够吧？我找了沈玉明帮忙，你先出去吧。喂，晴子。启年已经离开海城了。沈玉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兑现承诺？晴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，他对你也没那么重要嘛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废话，约个时间，把新品专利转让给我。急什么？新品的审核还没过呢，等我拿到资格证的时候，我会给你签转让协议。好，等证书下来再联系我。真是个没良心的女人，不过我就喜欢这一点。晴子，你早晚是我的。外婆，你快坐。晴子呀，今年他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跟我说了，启年的产业都在国外，他一直待在海城也不合适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已经打算把重心逐渐转到海城，是你要求他离开。外婆，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，只是在启年的心里，你才是他最重要的人。你这样做，他肯定伤心。外婆，您说什么呢？当初收养启年的人是您啊，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您了。看来你是忘记了，当年是你要求我收养启年的。什么？启年小时候很可怜，他的妈妈经常对他动辄打骂，甚至连饭都不给他吃。有一次你碰到了他，就帮了他一把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住手！当年那个小男孩是启年啊。看来你是想起来了。当时你回来之后，就求着我收养他，只是当时启年有监护人，我无能为力。直到2年后，
他的妈妈去世了，我才想办法把他接回家。在启年的心里，你才是那个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人。怪不得他小时候就特别黏我，我还以为是他性格使然。当初你决定和沈家那小子订婚的时候，启年他立刻就出国留学了。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？外婆，您的意思是？不行，他不能喜欢我，我是他姐姐。那就算你作为姐姐，也不能为了公司的利益，就要求他离开海城，丝毫不顾及他的感受。这样做也不合适吧？哎，我不管你和启年能不能成一对，外婆只希望你们能守望相助。我知道了，外婆，我会联系他，跟他道歉的。这小子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微信也不会，他不会真恨上我了吧？喂，乔西。喂，晴子，今晚要让那个男人去你那里吗？不用了，我最近没什么心情，而且我的排卵期已经过了，过段时间我用试纸测一下，要是没中，下个月再继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唉，晴子说她没有心情，所以不约。没心情？是吗？哎，晴子心情不好，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乔西姐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。这张卡你收下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奇怪，一个两个都很奇怪，而且我是能被钱收买的人吗？唉。是资格证下来了吗？没有，霍家那边莫名其妙卡了我一刀，说什么材料不合规，神经病！我又没得罪过他们。沈一鸣，你该不会是不想兑现承诺，所以故意这么说的吧？正好，我也后悔了，我要让启年回来。等会儿，那个，我听说最近霍家新研发了一个什么私生子，霍老太爷还点名让他继承霍家产业。过两天我找个机会跟他碰一下。看能不能行个方便。霍家的新任家主，或许我可以走霍家的路子，这样就可以让启年回来了。青子姐，这里有一份宴会邀请函，您看一下要不要参加？去了吧。可是这份邀请函来自霍家。据说这场宴会是为霍家新一任家主而办，整个海城的名流都被邀请了。霍家，还真是科学来了救人送枕头。转告霍家，我会准时出席。是。是啊，整整3天，给启年打了这么多次电话，他都不接。这小子不会真的打算跟我绝交了吧？算了，再试一次吧。如果他还是不接的话，那我就再也不联系他了。喂，青子姐。启年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。抱歉啊，我这几天有点忙。没事，你没生气就好。对不起，我欠你一个道歉。我之前不应该跟你提那么无理的要求。你随时可以回来。那姐姐怎么办？没有了沈家帮忙，你如何度过这一年？这是我的事，我会另外想办法。可我不舍得让姐姐为难。告诉老爷子，我准备好了。是。
这小子什么意思啊？青姿，你也来了。你放心，等我见到霍家新任家主，我一定好好求他，让他尽快通过新嫔的审核，这样我就可以兑现和你的承诺了。不必了，新嫔的事情我另外想办法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青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要求启年离开海城。你才跟他好了多久就这么在意他？沈玉明，我跟他之前从来都只是家人的关系。狗屁家人！据此，我从来没听过你提起过这人。我们才分手多久就冒出了这一个？不管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，你都没资格质问。你也说了，我们之间早就分手了。顾青姿，你说的想办法，不会是要走霍家新任家主的路子吧？是有怎么？天真！沈家和霍家还算有些交情，他还能给我几分面子。至于你，恐怕连跟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不管会不会成功，我总要一试的。你为了那个小白脸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可惜你这条路注定走不通。霍老爷子来了。霍爷爷，我是沈玉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沈家那小子是吧？哎，你爸爸身体还好吧？家父身体还好，劳驾您担心了。霍爷爷，我是顾青姿，是顾氏集团的。老太爷，慢点。青姿，你看到了，没有人引荐，你连跟霍老爷子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，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我。你的条件我做不到。小白脸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连公司都不要了？别忘了，就是新嫔不能生事，还被踢出董事会。哎，我这个身体啊，真是不中用了。还好啊，我已经选好了继承人。今天之所以把大家邀请到这儿呢，就是想把他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。启年呢，下来吧。哦，新任家主，帅啊，人才啊！不可能，新家主，我是新任家主，怎么可能是他？真的是他？这就是霍老太爷力排众议钦定的继承人，果然气度不凡。听说他是个私生子，生母的身份很上不得台面，不知道霍老爷子为什么选他？那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他就是传说中的风头之神，蓝山资本的幕后大 boss。这么大的本事，难怪霍老爷子坚持要把他迎回霍家。爷爷，各位，我是霍启年，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原来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海城，而是回到了霍家。我这几天真是白担心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又合计伙来玩我呢？啊！没有，你放开我！沈玉明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骚扰青姿姐。既然你不长记性，那么从今天起，霍家停止和沈家的一切合作。凭什么？霍爷爷，说句话呀！从现在开始呢，霍家的一切事宜就由启年来做主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沈少，行吗？青姿，青姿，姬姐，生我气了？我怎么敢生您的气呢？这不对，霍少爷，姐姐，你想要的东西，霍家也有，而且不止一种。你真的不心动吗？沈玉明拿这个拿捏我，怎么？你也要学他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
什么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我之前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我和霍家的关系，是因为在此之前，想不到我要回霍家。可你现在就是霍家的家主，难道是因为蓝山资本，所以你爷爷才选中了你？或许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可以帮到姐姐了。姐姐，你下次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，应该不会毫不犹豫的抛弃我了吧？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而且我刚刚已经拒绝了沈玉明，所以我也不会为难姐姐。签了这份合同，你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沈玉明之流再也没办法拿捏你了。无条件转让？不行，我不能签。为什么？纪年，就算我们之间是家人，但没有你单方面为我付出的道理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回报的，所以我不能签。青姿姐，你似乎知道我想要什么回报。反正我给不了。我不在的这几天，姐姐心里也很难受吧？青姿姐，你心里分明是有我的。所以这几天你都是故意不接电话？对啊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怎么能看清楚姐姐的心呢？你别误会，我承认这几天我确实很难受，但是作为姐姐，我无视你的感受，向你提出了无理的要求，愧疚是应该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一个机会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你现在不打算签这份协议，你走了，打算怎么办？你无条件转让给我，我当然不能签。但我要是以市场价买下了这项专利，不知道霍少你愿不愿意？帮我把这份合同交到董事会。31号新品专利转让，还是霍家的专利。青姿姐，你竟然真的走通了霍家的路子。运气好。总之，有了这份合同，我们也算是给董事会一个交代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这份专利。你去告诉实验室，研究还得抓紧做，我们不能落后于市场。我明白。喂，请问是顾青姿顾小姐吗？我是纪年的爷爷，我想和你见一面，不知道你是否方便？霍爷爷，坐吧。原来你就是纪年心心念念的青姿姐，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以纪年对我们霍家的抵触，恐怕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到我们霍家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纪年没有跟你说过吗？说起来惭愧，当年纪年的母亲带着他一起跪在了我们霍家大门口，求我让他们母子俩进，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纪年的亲生母亲身份低微，不配进我们霍家。至于纪年，那个时候他沉默寡言，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天分，所以我亲口说过，他不配姓我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住手！
就因为您的这句话，从此以后，启年每天都活在他妈妈的家庭暴力当中，身上被打得没一块好肉。那个女人果然上不了台面。这是重点吗？就算启年的妈妈对不起他，但您有的是办法让他好过一点。可您什么都没做，难怪他会这么抵触霍家，从来不提自己跟霍家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要谢谢你。当初啊，我第一次找到他，请求他回来担当霍家家主之位，他拒绝了。所以是因为是我让他离开海城，所以他才决定回到霍家。启年在哪儿？他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。就算顾小姐，他已经没有回头路。现在人人都知道我很看重他，如果他现在放弃霍家家主之位，他的处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。顾小姐，如果你真的心疼启年，那就嫁给他。只要你点头，我立马下令为你们筹备婚礼。晴子姐，爷爷，你和他说什么了？是好事。顾小姐，你想好了以后打电话给我。老头子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，他是个算计人心的高手，你别上他的当了。可他说的是事实，不是吗？你明明那么讨厌霍家，却因为我接了霍家家主的位置。你知道霍家家主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是讨厌霍家，但我没必要跟金钱和权力过不去。可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当然，但我最想要的是你。别说了，老爷子是不是让你嫁给我？你怎么知道？他现在知道你对我的重要性，所以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拉拢我的机会。那么晴子姐，你的答案呢？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老头子肯定会逼我去相亲。是吗？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恐怕整个海城的名媛千金都任你挑了吧？晴子姐，你真的希望我娶别人吗？启年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弟弟，我们就做亲人，不好吗？为什么这个吻让我觉得那么熟悉？现在我们做不了姐弟了，毕竟你有哪对姐弟会接我？就算这样，我们之间也不可能。我不明白，就因为我喊你一声姐姐，你就要给我判死刑？我没有要给你判死刑，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打算恋爱结婚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和任何一个男人建立亲密关系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沈玉明背叛了你，你就不打算接受任何人了吗？和他没关系，是因为我怀孕了。我一直跟你说我有约会对象，你以为是骗你的。虽然我没测过，但是我这个月推迟了好久，多半是有了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不是。那，你打算跟你的约会对象结婚吗？当然不会。我和他交往就是为了怀孕，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现在既然有了孩子，我和他之间也就结束了。让我当孩子的爸爸，好吗？你疯了！晴子姐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会照顾好你，照顾好宝宝。不需要，这个孩子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晴子姐，还有，刚刚的事我就当做没发生过。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姐，就别再有下次了。你说什么？周启年居然是霍家人，还是霍老爷子指定的唯一家主啊？是的。那他的身份不是比沈玉明的身份还高啊？晴子，你不心动吗？小希，
你好像很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啊。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他条件确实挺不错的，而且他又那么喜欢你，你们两个要是在一起的话，也是好事一桩嘛。你是不是忘了我还在跟别的男人约会？搞不好现在已经怀孕了，你撮合我和他，不太合适吧？这个其实……对了，那个男人的资料你应该有吧？给我看看。你不是说不想知道他是谁吗？我改变主意了。怎么？他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，我找给你看啊。那就是他了。他叫亚瑟，是一个混血模特。不错。所以这个亚瑟才是你原本要介绍给我的男人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青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周喜年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帮他打掩护？青子啊，别玩这套啊！我冤枉。所以晚上跟我在一起的男人就是周喜年。对不起。难怪，我每次跟他说我有约会对象，他都无动于衷。还有那天晚上，怎么，我让你想到什么人了吗？这个混蛋！是啊，你给我找的男人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周启年？这件事真的不关我的事，都是周启年他事先支走了亚瑟，我联系不到亚瑟，然后我才知道跟你睡在一起的人是他。我当时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来着。那你为什么不打？还不是那个周启年，他说你们俩已经睡过了，就算我告诉你的话，也只是徒增你的烦恼。而且他还说了，他爱了你很多年，求我给他一个机会。我一时心软，先斩后奏，再拉同盟，还真是有计谋有手段。难怪霍老太爷非要他来当这个霍家家主。是啊，这太腹黑了。青子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瞒着你的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能给你幸福的话，只能是他了。你们俩这么久，你一点都不心动？乔西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计划。知道，可是万一你也喜欢他呢？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，所以我的喜欢与否并不重要。我知道了，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要跟他对峙吗？你既然答应给他一个机会，应该有期限吧？有的，3个月的期限一到，如果你没有爱上他，那他就会离你远远的，永远不会再来见你了。3个月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跟他对峙了。等3个月时间一到，你就让他兑现承诺，只是别让他知道他暴露了。好。青子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告诉他我怀孕了，他表现得很开心，还是要当我孩子的爸爸。当我起了疑心，就处处都是证据。你怀孕了？来之前刚去医院测过，确实是怀了。那你打算生下他吗？当然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孩子。至于这个男人是谁，并不重要。亚瑟可以，周启年也可以。我觉得他应该不敢承认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他肯定不敢。喂，启年。乔西姐，青子姐那边还需要我吗？不用了，青子已经怀孕了，你可以功成身退了。确定吗？确定，他已经去医院查过了。哎，你别忘了我们3个月期限啊！到时候你可不能仗着自己是孩子的父亲，你就后悔啊！我知道。青子，已经搞定了。青子，那3个月期限一到，你们俩就再也没有瓜葛了。真的舍得吗？没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先走了。
哎，几年来啦，哎呦，你现在可是霍家的家主，应该很忙吧？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呀？外婆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你休息，我做饭去。等会儿，你先坐。来，你先跟我说说，你跟青子怎么样了？外婆，我感受到青子姐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可是她就是不愿意接受我。她说她这辈子都不打算谈恋爱结婚呢。这孩子竟然是认真的，难道说他还没有从他母亲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？青子姐的妈妈，你是说宋韵阿姨吗？对，你也知道我的女儿宋韵，她在青姿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我知道，据说她去世之前身体一直不好。不，她不是病死的，她是跳楼自杀。青姿10岁之前，生活还是挺幸福的，那邻里街坊没有一个不羡慕他们家庭，都说她有一个好爸爸。可是青子姐的继妹只比她小1岁啊，这……是啊，谁能想到顾星夜他在我女儿怀孕期间就已经出轨了。我女儿知道真相后直接崩溃，她无法接受深爱自己的丈夫早就背叛了自己，所以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对于青姿来说，她的妈妈就是被那所谓的爱情给害死的，所以她对男人、对婚姻都极其悲观。后来她长大了，我以为她已经好了，可现在看来，她心里的痛从没有愈合。可是4年前，她答应了和沈家的联姻。其实她并不喜欢沈玉明，只是商业联姻，不过4年相处下来，她应该多少有被打动。可结果呢？沈家那小子背叛了她，所以青姿干脆就彻底封闭了自己。我只需要一个孩子，至于你是谁，长什么样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参与到我的人生当中。从始至终，你最好只是一个符号，出了这个房间门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难怪他会说那些话。当初顾星夜怕自己的名誉受损，隐瞒了这件事。我怕青姿遭人议论，就忍了下来。不过这件事你知道就好，别再去问青姿了啊。我明白。爸，您现在可以兑现承诺了。什么？你竟然真的怀孕了？当然，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需要签字就行。不行，不能签。对啊，爸爸，你答应给我20%的股份也没有兑现，姐姐她凭什么？你跟沈家的婚约取消，爸爸答应给你的嫁妆自然没法兑现。你自己没本事，凭什么牵连我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玉明哥怎么会给我取消婚礼？那你现在就去求他和好啊，说不定他还会答应呢。毕竟霍家对沈家下了封杀令，沈家现在岌岌可危，眼下除了你，应该没人愿意趟沈家这趟浑水。你，爸，我怀孕是事实，这毕竟是您的第一个孙子，你总要有所表示吧？不行，这怀孕1个月都不到，能不能生下来还不知道呢。老公，你就算要给，也等孩子生下来再给，你不是？爸，您觉得呢？青子啊，这个我觉得你阿姨说的对。青子啊，不是爸爸不想兑现承诺，
只是这才多长时间，你怎么就怀上了？对啊，说不定这个报告就是假的，专门回来骗财产的。爸，你也这么认为？哦，不，我是觉得呢，为了保险起见，等孩子生下来再说。可到时候你们又有什么理由拖延呢？哦，爸爸绝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惜啊，我今天来就没想空着手回去。如果您今天不签字，我明天就联系媒体曝光我妈妈死的真相。您纵容这个小三和私生女彼此发妻的故事，想必网友应该都很感兴趣吧？这个晴子啊，你可别冲动啊！你这样做，那顾氏集团的股票就会大跌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是没好处，但你也没打算把故事交给我，我何必要为了集团着想？谁说我没有打算把公司给你了？你现在还年轻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怀孕了吗？当务之急啊，就是好好的休养身体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你要是不想名誉扫地的话，就签了。晴子，是不是这些年我太纵容你竟然敢威胁？是啊，晴子，这些年你爸爸在你和向暖之间，一向是偏心你的。顾向暖爬上沈玉明的床的时候，硬是抢走了这桩婚约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觉得他偏心我呀？够了，晴子，如果你不想你妈背后被人议论，那你就曝光去吧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，你也不想你妈死后不得安宁，对吗？老爷，霍家新任家主来了。霍家新任家主，快有请。听说霍家新任家主还是单身，暖暖，你的运气来了。周总，怎么是你啊？你不是顾青姿那个小白脸吗？这是不是搞错了呀？顾董，看来你的消息有错。霍家家主的徽章啊！你竟然真的是霍家的新任家主！怪不得沈家会得到霍家的追杀令。霍家家主啊，你到我顾家来有何贵干呐？顾董，你年纪大了，是时候退位让贤。顾董，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，否则到时候领的可能是你自己。我会通知董事会，以后顾氏集团由你接手。谢谢爸。姐姐，我帮了你，你怎么连个好脸色都不给我？他压低嗓子说话的时候，声音明明和那个男人是一样的，我竟然现在才发现。你要是想继续跟我做姐弟，我自然会给你好脸色，否则我们之间是别来往了。姐姐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就做你的弟弟，绝不越雷池一步。上次我不是说过吗？你要是没有成家的打算，我就绝不考虑结婚。所以，我一辈子陪着姐姐。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。姐姐，你真的怀孕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可是这孩子名义上的舅舅。这个混账东西也好意思说出口？那作为孩子的舅舅，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？刚好不打算结婚，这样姐姐的孩子当我的继承人吧。你疯了！你明知道这个孩子是你的，在这装什么大脑？我认真的。那霍家那边？霍家，正好我讨厌霍家，从此让霍家的传承在我这里断绝，不也很有趣吗？走吧，我们去看我外婆。吃慢点。姐姐，多吃点生菜。哎呀，青子她不吃生菜，来吃这个。
我知道，那生菜富含叶酸，姐姐你也多吃点。什么情况？外婆，启年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应该多吃点生菜，补充维生素。静姿啊，刚刚听你说，你爸爸他终于肯放权了。是啊，一开始呢，他连答应好的股份都不愿意给我，后来我不得已就搬出了妈妈的事情威胁他，结果他不为所动，最后还是启年帮我了。我当年忍气吞声，不就是因为他说他会把公司留给你，现在竟然还要启年出面才肯放权，早知道我就……外婆，您别太自责了，别说是您了，我都以为是他良心未泯呢，可结果呢，我还是低估了他。反正男人都那样。青子姐，其实也不是世上所有的男人都像你爸爸那样薄情寡义的。是啊，还有像沈玉明那样的既要又要。那谁说的？那世上的好男人还是有的。你看我和你外公，不是好好的过了一辈子吗？我看启年啊是个好苗子。金子啊，别太悲观了啊。或许吧，但是我不想赌这种概率。静姿，外婆，反正现在公司呢也是我的了，你也不用太操心了。启年这烧的一手好菜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，多吃点。来，鱼，你也吃。青子姐，你的午饭。对了，小袁的事怎么样了？不知道为什么小袁死活不肯供川儿小姐，也不知道顾笑暖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那就提起诉讼，他要么赔钱，要么坐牢。是。青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可能吃不了海鲜，你先拿走吧。那我重新去给你买。不用，半个小时后我还有个会要开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可是……没事，我不饿。启年，你先出去吧。你现在这样不吃饭可不行。我不饿。我知道你现在妊娠反应严重，很多东西都吃不了。这是我专门找人学的孕妇餐，保证你不会觉得恶心。怎么，要我喂你啊？你现在刚接手霍家的事业，应该很忙才对，哪有时间往我这儿跑？照顾你才是我的头等大事。是吗？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图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姐姐应该比谁都清楚。我就不该问。哎，你是说周启年天天给你做饭，还专门给你做的孕妇餐？是啊，而且邪门的是，只有他做的饭，我才不会觉得恶心反胃，不吃都不行。邪门儿？不，这一点都不邪门啊！这说明呢，他在私下是花了很多心思的。还不是因为我这孩子是他的。哎，就算是这样，也没有几个男人能做到这样。青姿啊，启年真的很不错。人都是会变的，谁知道他能坚持多久？唉，反正再过2个月，他也没理由再找我。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好歹是个孕妇啊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偏？要是连这点工作强度都撑不下，那他就不配做我的孩子。你就是顾青姿？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我是小妍的爸爸，我能不能求求你放过我女儿？我跟她妈妈起早贪黑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她供出去，但是因为工作上的一点点小事情，
让他坐几年牢，他就毁了。林先生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小袁这并不是工作上的小事，而是他收受贿赂，有意毁掉了公司的样品，造成了公司上亿的损失。可是，而且我也给了他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说，只要他供出贿赂他的人，我就可以放他一马。可是他却怎么都不肯。袁先生，你与其在这里求我，倒不如回去好好劝劝你的女儿。不行，我女儿说过的，那是她的恩人，她不能背叛她的恩人。顾向暖神手，还做起善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只能维护我司的正当权益了。袁先生，爱莫能助，请回吧。顾小姐，既然放了我女儿，那就去死吧！来人！我送你去医院。伤口有点深，很可能伤到了神经，最好住院观察几天。我一会儿就去办理住院手续。好。你是不是傻？就算你要拦住他，也多的是办法，何必要徒手接刀呢？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想着千万不能让那把刀伤到你。你要不要喝水？好。疼不疼？你心疼了？我没有，一点小伤而已，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医生都说了，伤口很深的，很可能伤到你神经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伤到神经又怎么了？又不影响我日后一个人生活，反正不需要姐姐对我负责。我也没想要对你负责。哦。好了，以后呢，千万不要让陌生人随便靠近。还有，以后出门必须带保镖。你还教训起我了？青子姐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今天幸亏是我来了，我要是没来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算你不为自己想，给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孩子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会注意的。喂，姐，公司有事儿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我有急事，住院手续我会帮你办好了，你先好好养伤。记得带保镖。晴子姐，你不是让我查为什么小袁说二小姐是他的恩人吗？原来二小姐是小袁的资助人。你安排一下，我要见小袁。是。晴子姐，求求你饶了我爸爸，他就是一时冲动才会做出这种事。他真的不是个坏人，求求你了。今天早上，你爸爸也是像你这样跪在我面前求我放了他一马，我不同意，他就拿出了刀想伤害我。如果我现在不同意，你是打算如法炮制吗？不，当然不会。晴子姐，只要你愿意饶了我爸爸，我愿意供出贿赂我的人。你爸爸说，那个人是你的恩人，你就算坐牢也不愿意松口。现在倒是为了你爸爸改主意了。我爸爸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他不能坐牢的。但我还年轻。可惜我不打算饶了他。晴子姐，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唆使我毁了样品的吗？你会主动说？我绝对不会。当初一个名为小葵花的资助人资助了你，给你写了好几封鼓励你的信，
因此你考上了名牌大学。不久之前，顾向乃拿着你的回信来找你，所以你就以为他是小葵花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顾向乃拿着那些回信都不全，剩下的都在我这里。这是你自己的字迹，你应该认得出来。顾向乃从我这里偷走了你的回信，并冒充了你的资助人。是你，你才是小葵花。没错，小葵花是我妈妈的昵称。她去世以后，我就以她的名义成立了慈善基金会。当时资助的不止你一个，后来我把他们全部都招进了顾氏集团。难怪我一毕业就收到了顾氏集团的工作。你原本是里面最出色的一个，我也打算重点培养。真没想到。对不起，千子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以为二小姐是当初帮了我的人，所以我才……就算顾向暖是你的恩人，你也不能做这种事情。你好自为之，我们走。太好了，这下小袁肯定不会再包庇二小姐了。哦，对了，青子姐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小袁和他爸爸？我或许会放了小袁一马，但他爸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可是董事会说，您毕竟没受伤，如果不依不饶，或许会导致舆论进一步发酵，影响顾氏集团的声誉。我的确没受伤，但有人为了救我受伤。我明白了。对了，你知道受伤的人吃什么补充营养吗？啊？老太爷知道您为了救顾小姐受了伤，大为光火。少爷，既然顾小姐不喜欢你，您又何必如此呢？您为了救顾小姐受了伤，结果呢，她现在连人影都不见。张叔，够了。你来了。哦，我路过，担心你没饭吃，就给你带了点。谢谢青子姐，我刚好饿了。不像有的人空着手来，还好意思说别人的坏话。少爷，我已经订了营养餐，这一会儿就到。等你的餐到了，我都饿死了。青子姐，我手不方便，等会儿恐怕还得你来喂我。还是张叔来吧。不行，他要给我汇报工作。青子姐，麻烦你了。好，看在你是为了救我的份上。少爷，近期工作方面没什么好汇报的，眼下的当务之急啊，就是你的终身大事。这是老太爷精心为你筛选的豪门千金名单，请您务必仔细查看。我不是跟老头子说过了吗？我这辈子不结婚。套笼了？少爷，作为霍家家主，结婚生子也是你的责任呢。顾小姐，您帮我劝劝少爷。青子姐，你觉得我也应该娶这些豪门千金吗？当然。出去。那姐姐帮我好好看看，谁比较合适吧。环宇国际的秦小姐，我之前有跟她打过交道，她聪明、漂亮，性格又好，你千万不要错过。姐姐还真是一心一意的为我好。好啊，就她了，明天我就让爷爷去提亲。果然，什么一辈子不结婚的话都是骗我的。好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给你随一份大礼。姐姐对自己还真是很心啊，可惜了，我不会如你的愿了。这辈子我们注定要纠缠在一起，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他竟然就这么承认了，这个混蛋！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的约会对象就是我。怎么样？我的表现让你满意吗？无耻！姐姐何必发那么大的火呢？这件事情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？
你胡说什么？姐姐，我没有胡说，我说的是孩子的父亲是我。这件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否则那天你也不会说那样的话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孩子。这个混账还真是你惹的，你先放开！我不放。姐姐，当你知道孩子的父亲是我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是愤怒吗？还是高兴？啊，你是不是心里也在窃喜？孩子的父亲是我。够了！孩子的父亲即便是你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可能。可你还是决定生下来，你敢说你就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吗？我要生下他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孩子。至于孩子的父亲是你还是别人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你不需要自作多情。可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，你明明知道我……难道你希望我打掉他？如果你再这么纠缠下去，我介意这么做。秦子谦，我知道你和乔西的约定，虽然3个月的时间还没到，但事已至此，我觉得你可以提前兑现承诺。兑现承诺？你是要我现在就离开你，然后永远不再出现在你的面前？是。我不明白，连沈玉明那样的人你都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为什么我就不行？你们2个人不一样，当初我对沈玉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期待，可我对……所以你承认你喜欢我了？晴子姐，你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不会变成你爸那种人，你也不会变成你妈妈，好吗？外婆都告诉你了，那她有没有告诉你，我是亲眼看着我妈跳下去的？那一幕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妈妈跳下去的那一刻，大概有多痛苦。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选择跳下去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明，我爸爸带给她的痛，远比死亡可怕1000倍万倍？你说，我怎么不害怕？姐姐，我知道10岁那年的事情让你对我有一些特殊的感情，但我已经不是10岁的我了，我没有那个信念和决心，所以你放过我吧。妈妈，我有好久没来见你了。顾氏集团现在已经彻底属于我，还有，我怀了孩子，孩子没有父亲，我也没有丈夫，你应该很替我高兴吧？这样，我们就永远都不会遭遇背叛了。霍爷爷，果然是你，这是你妈妈的墓。是。启年的妈妈是不是也葬在这里？我从没见启年来过这里。是吗？那看来，当年启年要我买下这片墓地，都是为了你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这片墓地要拆迁，启年也是时隔多年，第一次来我们霍家。老太爷，外面有个年轻人，让我一定把这个交给你。我特意看了，里面都是大爷不堪入目的照片。你让那个人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什么人敢欺负到我霍家的头上。你是周启年，霍泽彦。是我遗传学上的父亲。你搜集你父亲的黑照，想干什么？南山的墓园要拆迁了，但是我妈妈还在那里，我不希望她被打扰，所以我用这些照片来让你买下南山墓。那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您曾经说过，我不配做霍家人，但我身体里的确流着你霍家的血。如果我以霍泽彦亲生儿子的身份来揭露这一切，
我想对霍家会是极大的打击。你或许能让我们霍家名誉扫地，但是你自己也落不到什么好下场。两败俱伤的结局吗？那倒也很有趣。既然是您的选择，那我尊重你。等等，我答应了他，花3个亿买下了南山墓园。当时他表现出那种谋略和胆识，让我印象深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关注他。不过，我也是到了今天才知道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的确跟启年提过这件事。晴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南山墓园要拆迁了，和我妈妈葬在那里，我去求我爸爸，他说南山墓园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姐姐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好不好？你别着急。但当时他说的话我没放在心上。不久之后，我就收到消息说霍家买了这块墓地，不拆迁了。我还挺高兴的，没想到是启年。顾小姐，或许你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和启年的婚事。这些天呢，启年一心忙于工作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依然放不下你。这也是我老头子一点私心罢了。毕竟这么多年，我亏欠他许多，我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。妈妈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公司新品上市已经1个星期了，我们的新品顾青思，你居然害得暖暖被警察抓走，我要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顾青思，你居然连亲生妹妹都敢残害，你不得好死！她算我哪门子的亲生妹妹啊？还有，她被警察抓走，是她贿赂了集团旗下的员工，导致集团损失上亿，证据确凿。我代表顾氏集团向她提出诉讼，有问题吗？不信，我不信！一定是你害暖暖的！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想把我们母女俩赶尽杀绝，我要杀了你！够了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星夜，星夜，暖暖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她。暖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都出去吧。青子啊，你现在是集团的话事人，只要你同意，暖暖就可以回来。爸爸在这儿，求你了。我是不会和解的，她只有待在牢里，我才比较放心。暖暖是你的亲妹妹啊！这些年她明里暗里给我使了多少绊子，我不信你不知道。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让她去坐牢啊！爸爸已经把公司给你了，难道你还不满足吗？公司是我凭本事拿到的，我不欠你。还有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是靠谁发的家？是我妈妈给了你第一笔启动资金，也是我妈妈帮你招揽的第一批人才，顾氏集团才有了今天。够了！我说为什么你跟你妈一样，总是这么得理不饶人呢？因为痛苦而自杀，我就觉得很搞笑。说什么？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她，就是为了让她为我所用。我对她的好，统统都是演出来的。你爸爸唯一真心爱过你，只有我。顾星夜，你演了10年。对，10年，那又如何？为了顾氏集团，这一切算不了什么。青子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你为什么要咄咄逼人？我只能实话实说。你的妈妈，她就是个蠢货，一个彻彻底底的蠢货。没错，我把和星夜的聊天记录发给他，他才知道，原来星夜对他只有利用。于是，他崩溃了。
主动自杀，给我上位！所以，妈妈她从始至终都知道你不爱她，你对她从来不存在背叛，只有欺骗。对，没错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妈妈更不可能自杀了。她根本就不是这么软弱的人，除非是你们害死了她。哎，这个青子啊，你可不能胡说啊！你妈妈明明是自杀的，你自己看到了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激动什么？我只是随口一说而已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青子姐，你猜的没错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查到什么了？我的确查到了一些东西，足以证明你母亲不是自杀。证据？有证据吗？姐姐，你别急。18年前，顾氏集团曾研发过一个代号为678的化合物，这个化合物有强烈的致幻作用，因此未通过审验。记录显示，678号化合物的样本我们曾经丢失过一件。致幻？所以是你们害死了我妈妈？我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。不，你妈的死和我没关系。那段时间，你妈天天跟我闹离婚，吵得我是精神恍惚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就把678号的样品带回家里，谁知道你妈竟然误食了它。你无意之中把样品带回家，我妈妈无意之中误食了。这世上哪有这么多无意？青子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反正你妈的死跟我真的没有关系。我真的不知道她吃了药以后会去跳楼啊！刚才我已经报警了，究竟真相如何，和警察解释去吧。来人！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青子，不是这样的，青子，姐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医生说孩子没事，就是太累了，需要休息。7年，你怎么会想到去查我妈妈的死因？我总觉得宋月阿姨不是那么软弱的人，否则她教不出你这样优秀的女儿。或许她的离开确实是场意外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至少证明了她不是自杀。你说的对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也时常会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，不然我的妈妈怎么会丢下我一个人？现在看来，她不是要抛弃我。没错，顾青叶当时也说了，宋阿姨当时是在跟她谈离婚。她当时想的一定是带你离开，开启一个新的生活。青子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慢点儿。外婆，小希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启年让我过来的，你需要住院观察2天。启年都跟我说了，这些年我也想不通，阿韵她怎么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情？现在我才明白，是我错怪她了。外婆，你不要难过，妈妈不会怪我们的。青子，那你现在解开心结了吗？你愿不愿意给启年一个机会？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怀孕了，孩子是启年的。哎呦，要我说你这孩子也是，都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跟他在一起啊？外婆，这1-2句话我跟你也说不清楚。他人呢？你是说启年啊？你不是说不想看到他出现在你面前吗？不想讨你的嫌，所以啊，把我和外婆接过来之后就先走了。怎么，你想见他啊？要不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。不用，我还是有点晕，先睡一会儿。那，这是我最近研究的新品，无酒精、无咖啡因，孕妇也能喝。还不错啊。我怎么感觉你这里大变样了？唉，之前啊，周启年为了感谢我，给了我一笔钱，于是呢，我就把整个店面重新装修了一下。
啊，那个，你们俩最近怎么样啦？没怎么样，很久没见面了。他没联系你吗？没有。那你可以主动联系他呀，你告诉他你改变主意了，愿意跟他试一试。我工作很忙的，还要调查我妈妈死亡的真相，哪有时间啊？顺其自然吧。顺其自然，顾青姿啊，你什么时候那么胆小啊？我是真的忙。不说了，我得回去帮外婆包饺子。喂，启年，青姿现在去外婆家了。你要是想跟她好好在一起的话呢，你就赶紧过去哦。这次保证你们能成。哎，这两个人还是得靠我呀。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？谁在哪里捡来第一只紫玉钗？不是说帮外婆包饺子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最近还好吗？还好。我妈妈的死最终被定性为意外，顾星夜和陈丽华也因此名声扫地。好在顾氏集团现在是我掌权，所以没受什么影响。这样也好，我想你也不希望有个杀人犯父亲。忘了问你，你的手还好吗？看来恢复的不错。对了，莫言的事情，霍爷爷已经跟我讲了。启年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对我你不用说谢谢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？我这1个月以来一直克制自己没有联系你，是因为怕给你压力，但我一直期待着你改变主意。我这个人应该不是很好的伴侣，我喜怒无常，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，甚至不懂得怎么关心对方。现在想来，沈玉明说的那些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所以青子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你很好，是沈玉明他不配。你说你没有了当初的勇气和信念，我也不同意。在我心里，你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勇敢、炽热。那你要是哪天不喜欢我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永远不会有那一天。在某一天，你走出我梦里面，所有想念被成全，不带走有我陪。